第181课，幸福的关键是什么？嘿安娜，幸福的关键是什么？好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猜是这样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人们开心？好吧，我认为不同的事情会让不同的人感到高兴。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，那是什么？金钱买不到幸福。你确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它可以买到很多让人们开心的东西。是的，但是那些东西是暂时的。真正的幸福来自内部，而不是来自物质财产。你在让我思考。也许我应该开始专注于内在的幸福。绝对是。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幸福是有感染力的。传播快乐。你说的对，让我们传播一些快乐。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第182课，你的新公寓怎么样？嘿安娜，你的新公寓怎么样？太棒了，约翰！我终于觉得自己有自己的空间了。太棒了！你最喜欢它的地方是什么？绝对是那些可以让充足自然光线进入的大窗户。哦，那么你终于能看到所有积聚的灰尘了。嘿，小心点！但说真的，醒来时能看到自然光而不是手机的眩光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我能想象。我敢打赌你很喜欢拥有自己的厨房，对吧？绝对可以。我一直在准备一场暴风雨。我现在基本上是米其林星级厨师了。好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得过来吃一顿饭。随时欢迎你，约翰。只是不要指望会有花哨的装饰或其他任何东西。别担心，安娜，我只是来吃东西的。第183课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切都是成对的？嘿安娜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切都是成对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好吧，考虑一下。两只眼睛，两只耳朵，两只手，两只脚，甚至我们的肺部和肾脏也是成对的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但是为什么这很有趣？我不知道，对我来说有趣的是，一切似乎都成了两部分。这就像宇宙对称性有兴趣。我猜是这样。但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，有很多成对的东西，比如鞋子、手套、耳环，甚至袜子。对，别忘了盐和胡椒，花生酱和果冻，还有蝙蝠侠和罗宾。好吧，现在你简直太傻了。我无能为力。第二个数字对我来说太有趣了。
好吧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成对的东西有些令人满意。感觉不错。没错，就像我们注定要拥有两样东西一样。我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，约翰。也许你是对的，但是，嘿，至少我们可以欣赏生活中的小事，对吧？我想是这样。只要你不开始把所有东西都算成两半就行。第184课，你上学的第一天怎么样？嘿安娜，你上学的第一天怎么样？有点让人不知所措。我有很多新课和老师要记住。别担心，安娜，我敢肯定，你很快就会掌握窍门。我希望如此。但是现在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迷路的小狗。好吧，我有一个解决方案要给你。假装你是一名执行绝密任务的秘密特工。你必须从所有班级收集情报，然后向总部汇报。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，约翰。而且这让学校变得更加令人兴奋，你不觉得吗？是的，我猜确实如此。但是如果我被抓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作为特工所冒的风险，安娜。但是请记住，如果你真的被抓了，那就否认一切。我认为这不是很好的建议，约翰。好吧，很好，只要坚持基础就行了。上课要注意，记好笔记，别忘了带午餐。谢谢，约翰。这是更实用的建议。任何时候，安娜，请记住，你并不孤单。我们一起执行这个秘密特工任务。第185课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结婚？嘿安娜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结婚？是的，我有。但是找到合适的人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有一个解决方案。真的吗？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我们应该为懒人创建一个约会应用程序，与其向左或向右滑动，您只需单击是的，我感兴趣或不，我不感兴趣的按钮即可。这实际上是个不错的主意。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从中赚钱呢？简单，我们向人们收取是按钮的费用，并免费赠送否按钮。我不认为它是这样运作的，约翰。嘿，值得一试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成为约会界的下一件大事。我对此表示怀疑，但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。是的，但说真的，我认为找到合适的人需要时间和精力，但最终还是值得的。我同意。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找到合适的人。我毫不怀疑，安娜。我们只需要继续刷卡。
我的意思是点击是按钮。第186课，你最近有和老朋友谈过吗？嘿安娜，你最近有和老朋友谈过吗？其实，既然你提到了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和我最好的小学朋友谈过话了。好吧，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，追忆过去的时光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如果他不记得我怎么办？告诉他你是谁就行了，而且，如果他还记不起来了，那就假装成别人。这真是个糟糕的建议，约翰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有更好的主意。当他接电话时，只要说是我，你最喜欢的同学，这样他就会确切的知道你是谁。有点俗气，但我喜欢。嘿，有时候你必须有点俗气才能让别人微笑。你说的对，约翰。我现在要给他打个电话。祝你好运，安娜。请记住，如果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，那就假装自己是一个失散已久的亲戚。第187课，你最近去旅行了吗？嘿安娜，你最近去旅行了吗？是的，我上个月去了夏威夷旅行。夏威夷？这听起来很神奇。怎么样？假设它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。发生了什么？好吧，首先，我的航班延误了6个小时。当我终于到达夏威夷时，一直在下雨。这太糟糕了。你至少有机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吗？不是真的。我唯一做的就是参观菠萝种植园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。菠萝种植园？这听起来不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。是啊，跟我说说吧。但最棒的是，导游说，这是菠萝的来源。然后我只想回答，不可能，我还以为它们来自超市。太滑稽了，安娜。至少你对此很有幽默感。是的，你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。好吧，我相信你的下一次旅行会好得多。我希望如此，约翰。我希望如此。第188课，你有没有觉得生活中需要更多？安娜，你有没有觉得生活中需要更多？还有什么？只是更多，比如更多的刺激，更多的冒险，更多的成就感。我想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有这种感觉。但是你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生活中肯定有比每天一样的日常生活更多的东西。我明白你在说什么。
但是有时候，正是小事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尝试新餐厅或探索新社区，甚至只是尝试新的爱好或活动。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对。但是有时候感觉我需要更大的东西，更有意义的东西。好吧，你有没有想过做志愿者或参与你热衷的事业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或精力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你不必做任何重大事情就能有所作为。即使是微小的善举，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你知道吗，安娜？你说的对。也许我只需要专注于在世界上做更多好事。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，约翰。谁知道，也许一路上会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冒险。我喜欢那种声音。让我们出去为世界上做更多好事，安娜。我全力支持，约翰。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，一次只做一件小事。第189课，你还记得第一次骑自行车吗？嘿，安娜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骑自行车吗？是的，我知道。起初我很紧张，但后来变得非常有趣。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自行车，我做的太糟糕了，我跌倒了很多次。是的，起初可能很艰难，但是，一旦你掌握了窍门，感觉就太棒了。绝对是。但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尝试骑独轮车吗？我从来没有骑过独轮车，约翰。真的吗？我以为每个人都至少尝试过一次。不，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。好吧，你没缺太多。这比骑自行车难得多。我只能想象。但说真的，尝试新事物总是很有趣的，即使只是骑独轮车之类的小东西。我同意。重要的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每隔一段时间尝试一些新的东西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尝试骑独轮车。天啊，那应该很有趣。第190课，你戴过眼镜吗？嘿，安娜，你戴过眼镜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一直在考虑买一些。你认为它们会让人看起来更聪明吗？我对此一无所知，约翰。我认为这取决于佩戴它们的人。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对。但我一直认为它们会让人看起来更老练。也许那是因为你把它们与教授或图书馆员联系起来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但是那些戴那些又大又厚的镜框的人呢？
你不觉得他们看起来有点书呆子吗？我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风格，约翰。有些人可以脱掉后镜框，让他们看起来很时尚。是的，我想你是对的。也许我得尝试一些不同的款式，看看哪种风格适合我。谁知道，也许他们甚至会让你看起来更聪明。嘿，我会尽我所能去那个部门帮忙。第191课，丢了东西。嘿安娜，你有没有丢过东西？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它，却在你面前找到了它。是的，我想我们都去过那里。我上周才这样做了。我丢了手机，想找手机，把整套公寓都拆了，却意识到它一直都在我的口袋里。这也发生在我身上。就像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假设它在别的地方。没错，有时候，当你终于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时，你会觉得有点愚蠢。是的，但无论你觉得多么愚蠢，终于找到它总能让人松一口气。而且，当你在寻找摆在你面前的东西，但你却看不见时，情况就更糟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有时候，当我寻找东西时，我觉得我的大脑会关闭。就像我们需要回到幼儿园玩一场 I Spy 游戏来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。嘿，也许这不是一个坏主意。这可能是寻找丢失物品的有趣方式。是的，我们甚至可以用它做一款游戏。I Spy 失物招领版。现在你有事了，约翰。让我们开始新的趋势。第192课，你有没有免费赠送过东西？嘿安娜，你有没有免费赠送过东西？是的，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本来想赠送一些旧衣服，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想要它们。你永远不会知道，约翰。一个人的垃圾就是另一个人的宝藏。我希望如此。但是，如果我赠送别人不想要的东西怎么办？然后，他们可以随时将其用作抹布或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。这是真的。但是，如果我错误的赠送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怎么办？那你可能会后悔，约翰。我想我只需要小心我赠送的东西即可。但是，如果能免费给别人一些东西，让他们度过美好的一天，那就太好了。会的。另外，整理一下，然后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，总是一件好事。是的，也许我会为此得到一些好业力。或者至少更干净的壁橱。第193课，你回过童年时代的家吗？嘿安娜，多年后你有没有回到童年时代的家？
是的，我有。看看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总是很有趣的。我正在考虑尽快这样做。我想知道一切看起来是否都一样。好吧，我不想告诉你，约翰，但事情可能看起来和你记得的完全不一样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但我总能希望有一点怀旧之情。这是真的。谁知道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你忘记的隐藏宝藏。那就太好了。但我有点担心碰到一些老邻居却认不出他们。假装你记得他们，希望他们不要问太多具体的问题。好计划。也许我还能重温一些过去的回忆。这就是精神，约翰。只是不要在过去迷路了。没有承诺，安娜。没有承诺。第194课，你有没有停下来思考过生命的意义？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生命的意义？是的，我有。但是有时候我认为最好不要考虑太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它可能会变得非常深刻和让人不知所措。另外，生活已经足够复杂了，我们不必加剧混乱。这是真的。但是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好吧，约翰，我认为我们的目的是吃披萨玩得开心。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，安娜。但说真的，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享受生活，充分利用我们在这里的时间。是的，你说的对。人生苦短，所以我们应该专注于使我们快乐的事情。没错。如果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，请记住，笑是最好的药。我完全同意，安娜。让我们笑一笑走过人生。第195课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孩子？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孩子？是的，我有。但我不确定我是否准备好承担这样的责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想想他们带给我们生活的所有欢乐和笑声。这是真的。但是他们也带来了很多混乱和混乱。是的，我听说过。但是想想我们会见证的所有可爱又有趣的时刻。这是真的。但是如果他们变成小怪物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只需要投资一些好的行为改变技术即可。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，约翰。另外，想想我们能玩的所有玩具。你没让事情变得更容易，约翰。对不起，安娜。我只是觉得这将是一次有趣的冒险。是的，你说的对。
这绝对是一次冒险，但我想我现在会坚持当阿姨。随你便，安娜。给我更多的玩具。第196课，你最近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吗？嘿，安娜，你最近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吗？是的，压力非常大。我不确定我还能坚持多久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当生活给你柠檬时，做柠檬水。你说的很容易，约翰。你不必面对我的老板在你脖子上呼吸。没错，但我有一个解决方案要给你。你试过想象你的老板穿着滑稽的衣服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比如想象他穿着小丑服或芭蕾舞短裙。当你想象某人穿着荒谬的服装时，很难认真对待他们。我不知道这是否有帮助，但值得一试。相信我，它行得通。如果那不起作用，你可以试着在补给柜里躲几分钟。我认为这对我的老板来说不会很顺利。没错，但几分钟的和平与宁静可能是值得的。你知道吗，约翰？你可能在找点什么。看，我知道我能帮上忙。请记住，当事情变得艰难时，艰难变得愚蠢。第197课，我的电脑刚刚崩溃了。嘿，安娜，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很沮丧。我的电脑刚刚崩溃了，我丢失了所有工作。好吧，至少你有借口休息一下，玩一些纸牌游戏。是的，我敢肯定我的老板会喜欢这个借口。或者你可以随时把它归咎于病毒。那些东西很鬼鬼祟祟。我也不认为我的老板会买那个。是的，你可能是对的。但好的一面是，至少你可以借此机会喝杯咖啡放松1分钟。你说的对，约翰。有时候，休息一下，清醒头脑是件好事。没错。谁知道，也许你的电脑只需要睡一会儿。我不认为技术是这样运作的，约翰。嘿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这可能是下一次更新中的一项新功能。我对此表示怀疑，但这是个好主意。看，我知道我能让你振作起来。现在我们去喝咖啡吧。第198课，你尝试过那个新的寿司店吗？安娜，你尝试过街边那个新寿司店吗？不，我没有。有什么好处吗？天啊，太神奇了！我吃了我吃过的最美味的寿司卷。真的吗？里面有什么？好吧，它被称为 Firecracker Roll。
里面有夏天妇罗、牛油果、辛辣的蛋黄酱，还有一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秘密食材。秘密成分？我想知道会是什么。也许他们在里面放了一点魔法或者什么的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得亲自尝试一下，看看我能不能尝到魔法。相信我，安娜，你不会失望的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在计划下次去那里了。第199课，我疯狂的叔叔。安娜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疯狂的叔叔认为自己是海盗？什么？海盗？是的，他穿着全套海盗服装，肩上戴着眼罩和一只鹦鹉。这太滑稽了。他真的相信自己是海盗吗？我不确定，但他的行为肯定像一个人。他说话时带有滑稽的海盗口音，甚至在他的后院还有一艘海盗船。哇，这真是个不错的角色。你有没有和他一起去过海盗冒险？其实，我有。他带我和我的堂兄弟在他的后院寻宝。太傻了，但我们大吃一惊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下次你得邀请我。哦，伙计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海盗队伍进行下一次寻宝活动。第200课，你今晚想出去吃晚饭吗？嘿，安娜，你今晚想出去吃晚饭吗？当然，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你想去哪里？刚刚在街上开业的那个意大利新地方怎么样？我听说他们有很棒的意大利面。我一直想去那个地方试试。但是我们不能只吃意大利面，我们还需要甜点。我同意。你对甜点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来个巧克力熔岩蛋糕分享怎么样？这是我的弱点。啊，所以你爱吃甜食，对吧？我无能为力，巧克力太好吃了。好吧，但我们必须确保为意大利面留出足够的空间。我们不能让甜点取代我们的晚餐。别担心，我一定要为主菜留点空间。我们去尽情享受一些碳水化合物和巧克力吧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而且我们还支持来自其他渠道的多种语言。